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青岛，这是青岛的信号山公园。大家来青岛旅游啊，一定要来这个公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山顶啊有一个观景平台，就是这个红球，在这上面可以看到整个青岛市的景色啊。登高望远，看看这个海滨城市的美景。走，带大家上去看一看啊。这个门票是15块钱。到山顶了，山顶有3个这个大圆球啊。中间这个是可以上去的，这上面有个观景台。这个是航海展览馆，这2个没有开放啊。到中间这个去，这个塔上面一共是3层呢，现在到最3层了。看看这上面，哇，这视野也太开阔了，可以俯瞰整个青岛市区啊，这景色好美啊。下面这还是旋转的呀，这个地面转的，它是转着的，可以坐在窗户跟前看景啊，360度转一圈。它这个是20分钟转一圈啊，转的有点头晕了都，转吐了一会儿就。这上面还有一层呢，现在没有开放，去跟前看看景吧。这大玻璃观景呢，哇塞，太棒了！这一眼看过去，青岛都是红瓦绿树啊，远处是碧海蓝天，和环境融为一体啊，绿色城市。这一大片的红房顶啊，看着还是挺壮观的，跟厦门很像啊。那个地方就是著名的栈桥啊，有一个通道通到海里去了。这边是小青岛啊，这个是海军博物馆，这海上好像还停着一个军舰呢。远处像贝壳一样的那个啊，那个是海上皇宫啊，高消费的地方啊。可以看到栈桥和这个小青岛啊，它俩形成一个港湾，很多船在里面停的啊。这个栈桥的后面就是火车站啊，这个有小尖尖的这个楼就是火车站的位置啊。从火车站到海边很近的，步行的话几分钟就过去了。前面有几个楼挡住视线了，如果是外地人坐火车，一下火车就可以走到海边去。据说前面这几个楼要把它拆掉啊，因为青岛是旅游城市嘛，就是想让外地游客一来了就能看到大海。火车站的后面这一片海湾，这就是码头港口，每天都有很多渔船在这边出海打鱼，然后捕鱼回来就在这个地方上岸啊。这里有全青岛最新鲜的海鲜。这个地方是潮汐的，有点逆光。现在看看另一个方向吧，这边是顺光。这里有一个海底世界啊，从这里转过那个弯去，那个是八大关景区。转弯的这里是可以游泳的，它有2个海水浴场啊，这边的沙滩也很好。栈桥这边是不能游泳的，因为这边没有沙滩，这边是渔船出海的地方啊。这里盖了很多现代化的大楼啊，居民楼，但是它的房顶还是盖成红色的了，和以前的那个小别墅风格很统一。居民楼的后面这个是太平山，这个山顶也可以观景的。后面那么多摩天大楼是那个5四广场，晚上看那个灯光秀的地方。这上面景色太棒了，合个影啊。现在从这信号塔出来了，这下面的风景也不错的。去这边转一转啊，这上面环境也很好，很多游客。从这边也有很多拍照的地方啊。这里视野更宽阔，因为在塔上的话，它有那些玻璃什么挡的，在这个地方就没有任何阻挡。这儿有个户外观景平台，这个地方的视野更棒啊，比那个圆球里面视野还开阔呢。
这个地方拍照很棒啊，红墙绿树，远处大海做背景啊，就是有点晒。我现在在青岛，身后这个就是著名的栈桥。这个栈桥真的太有名了，它现在是4A 级景区啊。它就是陆地伸向海洋的一个通道。它是做什么用的啊？就是给海上的船只补给用的。因为那个船它是靠不到岸边的嘛，所以它只有停到远处的地方，货物从这个桥上面运过去啊，然后装船卸船。最早它是军事用途，在光绪年间就建好了。距今100多年的历史了啊，真是百年栈桥。后来在别的地方建好码头和港口了，这个地方就废弃不用了。现在一直作为这个旅游观光啊，作为青岛市的标志性建筑了，很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地方。走上去看一下，现在是免费的。这个左边是沙滩，右边是礁石啊，好奇特的地形啊。礁石上人很多啊，涨潮落潮时候可以在上面赶海呀，捡海蛎子，那边很多海鸥。这个全长是440米，宽是8米，很多照相的这里啊，1分钟快照，游客很多呀，这上面照相是10块钱2张，这边好多海鸥呢。可以在这喂海鸥啊！现在风平浪静，这海面上，在那个海中间有一个白色的鸭子啊，那是小黄鸭、小白鸭。那里还有一个贝壳一样的，叫海上皇宫。在栈桥的半中间可以坐快艇啊，坐这个他们带你转一圈，在这海上面。那边港湾里停了好多船呢。那里好像还有军舰呢。我昨天刚去的那个地方啊，就是有圆球的那个山上，那个是青岛市区的制高点，在那个上面可以看到市区的情况，那里风景最棒了啊。前面就是栈桥的尽头了，有一个阁楼叫回廊阁，它是8个角，一共是2层，尽头就是一个半圆形的防波堤。这里游客是最多的，这里真是欣赏海景的好地方呀！看看这个栈桥外面是什么样的，可以看到浪花呀，在这里现在风平浪静，也没有浪花。那边是小青岛啊，那个上面有一个白色的灯塔，那是德国人建的。这里的视线真开阔啊！再回望一下这个栈桥，现在离海岸那里已经440米了，这里的水也不知道有多深啊，风景太美了。在这个地方吹吹海风，喂个海鸥，然后再看个日落，啊，真是太棒了。这里也被誉为青岛10景之一啊。我现在在山东青岛，这是青岛著名的五四广场，上面这个雕像非常有名。身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呀，那边是奥帆中心，奥运会的时候帆船比赛就在那里举行的。这个五四广场它是有含义的，上面这个雕像啊，像一个螺旋上升的风一样，它叫做5月的风，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修建的。广场上全都是高楼大厦啊，就在海边呢，这里风景真是太棒了。那个楼建成以后是青岛最高的楼啊，现在正在封顶呢。每天晚上在这个地方有灯光秀啊，等晚上看灯光吧。来青岛旅游肯定是要看海的，青岛这个海真是太好了，看这个海水你就能知道它是绿色的，翠绿色的啊，就像翡翠一样这个颜色。上次在普陀山看那个海，哇，那个是黄色的啊，普陀山那个海比黄河还黄呢。
青岛这个海真是太可爱了，涌上来的这个浪花，洁白的浪花呀，可以看到它是无污染的。我为什么叫大海呀？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海，特别向往这个海呀。因为是山西内陆城市嘛，一直没有见过大海，所以第一次看到这个辽阔的大海呀，很震撼。所以给自己起名这个大海呀，每次看到大海呀，都能让我的心情更辽阔一点。有什么烦心事，好像都被浪花带走一样，太神奇了。什么叫无风3尺浪？现在都没什么风的，这海水，哇，冲得好高啊！第一次来海边的人肯定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个海水在不停的往上翻滚啊？是什么吹动它们往前翻的？如果我跟你说这一切都跟月亮有关，你信吗？是月亮吸引的这个海水往上涨潮落潮啊，真是很难理解啊。在海边我发现这杆子上很多转的这东西，这是干嘛用的？是风力发电吗？是不是给这个路灯发电的呢？只要有风吹的这路灯就可以一直有电呢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转得好快呀！这边是钓鱼，海钓，钓海鲜。哇！师傅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海带吗？这是群的，这是海蓬海，这是石花。这个是能吃吗？都能吃，这是海蓬海。啊，一钩子捞不了多少呀？这一爪子没有多少。师傅，你怎么不去那边呀？那边很多的。那边很多吗？对，刚才我从那走过来，黑压压一片，全都是啊。3堆海带，5块钱一堆，按堆卖的。它这个是带根儿的，这个就是海带的根儿啊。这一根海带特别长。再给我一袋呗。再给一袋呗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！现在晚上8点半。今天刚到青岛啊，这是5·4广场，青岛的市中心啊。好壮观呐！这边也有这么多大楼在海边一字排开啊，这也不知道怎么弄的这个灯光。前几天刚在杭州看过灯光秀啊，感觉青岛这个比杭州的还要好看。青岛这个就在海边呢，身后就是大海，那边就是那个奥体中心，帆船奥运会就在那边举行的嘛。青岛这边每天都有灯光秀除了周一啊，每天都有。感觉青岛这个灯光秀没什么主题，不知道放的是什么东西啊，反正就是绚丽多彩的，挺好看。应该搞个主题就更好了。青岛的经济在山东是排第1啊，比省会济南还要好。中国的济南，世界的青岛。据说青岛人出门以后，别人问他你是哪里的，他都不说我是山东的，他说我是青岛的。现在是音乐结束了，但是灯光还没有结束，灯光还在继续的放啊，流光溢彩，确实非常好看。我现在在青岛，大家知道吗？青岛人有3大爱好：吃嘎啦、游海泳、哈啤酒。他们不说喝啤酒啊，他们说哈啤酒。最有名的就是青岛啤酒了。我身后就是青岛啤酒的博物馆，进去参观一下啊，看看这个著名的青岛啤酒是怎么做出来的。不愧是啤酒博物馆啊！看这个房顶，哇，放了好多这个啤酒罐，储存啤酒的吧？太有意思了。门票是60块钱，已经买好了，进去吧。我买了个普通票，它包含1杯原浆、1杯纯生，还有1包啤酒豆啊。
还有其他的套餐。青岛啤酒创建于1903年，到现在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。最早是德国人在这边建立的工厂啊，当时德国占领青岛嘛，德国人爱喝啤酒，在这边创建了青岛啤酒厂。这个是早期的建筑啊，国务院立的牌子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他早期创建的背景。现在是4A 级景区了。创立之初，生产线的设备还有生产原料全部是从德国进口过来的。啤酒制作的4大原料啊，麦芽、酒花、酵母和水。这个就是把小麦发芽的过程。青岛啤酒的水用的是崂山矿泉水啊。这个就是大麦，这个还没发芽呢，这是焦香的麦芽，就是地里面种的麦子啊。南方人可能没见过，像我小时候都见过的。酒花就长这样啊，加了这个可以产生泡沫和香气。晾干以后是这样子的，先让大麦发芽，然后把麦芽做成麦芽汁，这个过程叫糖化，就是在这个大锅里面做的。这是当时德国人手工打造的大锅啊，一共4口大锅，一个里面能做9吨的麦芽汁。看一下里面的原料啊，就是麦芽，还有水，还有少量的大米，大米是辅料，用这个搅拌啊。这个房间的大罐子里面就是储存酵母的，把酵母还有麦汁一起放到这个大池子里啊，就开始发酵了。青岛啤酒发酵分2步，这个是第1步，需要7天时间。7天时候，这上面就会飘起泡沫来啊。哦，它那边泼过来的时候，这上面有水喷下来呀，喷了一脖子。这个只是前期发酵啊，7天时间。发酵好了以后，通过管道再把它放到这个大的桶里面继续发酵，这个是后期发酵，需要45天，这加起来就是52天的时间。这个是1903年用过的储酒桶啊，这个木质的桶里面能放6吨酒，后来改成这个铁质的储酒罐，这个能储存9吨，这个超级大呀，里头可以站1个人啊，清理内壁。到这一步的时候，经过52天的发酵时间，啤酒基本上就 OK 了，就可以拿出去卖了。到后面可以品尝一下，在这个地方每人可以领1瓶啤酒啊，还有一个啤酒豆，就是这个豆子，吃一个豆子，喝1口酒啊。这个是原浆酒，其实也没什么区别，喝不出来。一整面的啤酒墙，来个合影啊！刚才参观的那个是很早以前的制作工艺啊，现在的现代化的是这个生产流程。这边是瓶装的生产线，几乎看不到工人啊，全自动了已经。这边是罐装的易拉罐的生产线，也是没有工人啊。这流水线看着就像蛇一样啊，自动化生产。这个才是现代化的啤酒生产线啊，工人只需要在这边操作一下电脑就行了，不用下去干活了，全自动。在这边呢，直接就打包了。好的，参观完毕，大家为青岛啤酒。我现在在青岛。这是青岛最红的步行街啊，台东步行街。这边也是商业中心，这里是万达广场，下面很多商铺啊，去转一转吧。晚上是夜市，很多卖小吃的。今天青岛好冷啊，都穿上外套了。白天还下雨，还刮风啊，人气很火爆呀。这边卖小吃的摊子摆了3个巷子啊，每一条巷子里都很多人。随便进一个吧，进去看看啊。巷子里人超多啊，本来以为应该是人声鼎沸啊，结果这里面很安静，很意外啊。哇塞，草原大腰子，一般人享受不了这个啊。
10块一个，好嘞，俩肉一这腰大腰子来俩大肉，来个老鼠来现烤扇贝，这个是海螺吧？这个生蚝啊，好大的生蚝呀，这么大一个，这一个多少钱？哇塞，这一个吃一个都饱了。这不是海胆蒸蛋吗？对，是你要不喜欢吃海胆那还有生的，这里面是有海胆吗？必须有，没有多少钱啊？多少钱一个？有大的有小的，大的呢？大的85一个，小的25一个。 85。对，85。哎，我去85你还觉得便宜啊？我可以不吃海胆，只吃蛋吗？来了份扇贝，2个15块，刚吃了一个了，是不是有点贵呀？青岛这边他们都喝散啤啊，就是用这个啤酒罐装的，也可以拿塑料袋打呀。一厂2大桶青岛啤酒，原浆纯生。卖豆腐的门口全是人啊，围的，叫怀胎豆腐，这名字起的。为什么叫怀胎豆腐呀？为啥叫怀胎豆腐？啊，因为豆腐里面吃了会怀孕吗？你要怀了，我就给你要怀了生下我给你养了。9号。因为豆腐里面有宝宝。哇，人超多啊！好吃的店铺门口总是围着一帮人啊。虾滑店，现做的虾滑，的那个酸肉的，2份都是现做现煮啊。你要啥口味的？我要鱼子酱。好多种口味，小米辣的、老坛酸菜的、番茄的。哪个虾滑先下锅？口味你后选。我要原味。我选了一个小米辣的，我口味你再单选。尝一下。别吃大包，别吃大包你。番茄吧。来份烤鱿鱼，大份的鱿鱼，中份的、小份的。这鱼大爷，这么大一串，大串的鱿鱼，哎，太烫了。边走边吃吧。烤猪蹄，很多人在排队，排队还挺长啊。现烤啊，哇，新鲜出炉的啊，在这个大铁炉子里烤的。烤香肠的店门口人更多，台湾人吃的香肠，台湾香肠啊，看看啥样的，好长一条啊！哇，这么多小龙虾！老板，这个多少钱呢50一斤。 ？50一斤。对。哇塞，这吃的过瘾啊！看着都过瘾。对。你好。那一盒是1斤吗？小盒1斤半，大盒3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青岛。这个视频带大家看一下青岛最近爆火的一个小麦岛。这是一个无人的小岛啊，也是一个袖珍型的岛。整个岛的面积只有230亩，最高的地方也才30米。这个岛是中间高，四周围低，四周围呢有沙滩，也有礁石，在这里拍照很好的，吸引很多人。因为岛上种了很多的小草，看着就像麦苗一样，所以叫小麦岛。这是一个无人的小岛啊，围着岛走一圈只需要2.3公里，咱们上去转一转。我身后就是最近爆火的小麦岛了，上去看一看有什么好玩的啊！人确实挺多的，又不是节假日，又不是周末啊，看这个人。现在是免费的，不要钱，通过这个堤坝走过去。海岸边很多人拍照，岸边好多人在钓鱼。先到山顶上去看一下，这个应该是岛中央啊，放松的好地方啊，在青草上躺一下。这里有一个小麦岛的牌子，合个影吧。茄子，哇塞，这小麦岛果然很不错啊。那边就是崂山，
这边是市区的高楼大厦，那边是主城区啊，还可以看到最高的那个楼。这上面没有商业的，没有什么卖东西的，岛上面没什么好玩的，都是自然景观，种的很多树，还有绿色的草坪，可以躺在草坪上啊。最主要它是有一个下坡的这个坡度，躺在草坪上看着大海，欣赏美景啊，在这边可以放空自己，放松一下，全都是在草坪上躺着啊。岛上的野花开了，这也不知道是什么花呀，还挺好看的，一大片。我都看到有好几对拍婚纱照的了。这里景色确实很好，站在这斜坡上啊，以大海为背景，拍出来很美。这个岛上真的是没有商店啊，最好是带着水还有零食过来躺在草地上啊，